今天聊一个合盘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关于泰勒的星盘，我之前已经专门做了2期节目，所以这一期就直接进入 Synastry， 也就是合盘部分。我会直接用一个印度标准的合盘分析来逐点分析，我尽量用相对简洁明了的方式来讲，让没有占星背景的观众也能跟得上，但中间还是会用到一些标准的术语，我会顺便简单解释。开始吧。首先排除2个人的星盘合盘。关于这2个人的出生时间，我想补充一下，泰勒的出生时间是没有明确的文件证明的，但可以根据他的生平事迹反推，而草莓熊的出生证明是已经被确认了的。这是他们2个人的合盘。在这个占星软件中，我们可以直接明了地看到这个合盘结果的分数不是特别好，但具体如何，我带大家逐一看看。印度占星的合盘需要看的最重要的层级是月亮，其次是上升、太阳。泰勒的月亮位于双子座，而草莓熊的月亮位于天蝎座。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个最基础的理论，宫位的含义。第1宫是自我宫，第7宫是婚姻宫，第6宫是敌人宫，第8宫是转变和死亡宫。所以如果泰勒的月亮是双子座，那么他的爱人最好出现在双子座的第7宫，也就是射手座，要不然就出现在自我宫，这是2种最契合的状态。但是显然在他们2个人的实际合盘当中，2者的月亮互相位于对方的第6宫和第8宫，这个就简称为6-8关系。不能下结论说这2个人不配，他们2者在对许多事项的看法上面会出现分歧，2者会经过一番的讨论与争执，但最后各执己见，仍然继续一起走下去。这个方法的具体打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打分是0分，因为古人认为婚姻需要平静和谐，但现代人的婚姻是多种多样的，在没有完美匹配的情况下，是选择相爱相杀还是单边付出，每个人心里面对此的分值是不一样的。然后根据月亮星座的属性，也可以有一个基本打分项目，就在第1点，这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打分。占星里面分为4大属性，火象、土象、风象、水象，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第1项评分就是根据这个属性的匹配程度来打分的。泰勒的月亮位于风象星座，草莓熊的月亮位于水象星座。我们可以看到软件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分类，这个其实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名称，一个是婆罗门，一个是吠舍。但是如果要从种姓结构去理解的话，就会存在非常严重的理解偏差。相反，从属性层面理解就会更好。水象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慢热、含蓄，情感度很深，哪怕是在的外人面前的时候，也更容易产生共情能力。在婚姻中，水象更能够理解与包容另外3种属性的人。但也是这样，水象的人更容易陷入情绪的困境中，也更容易产生占有感。风象的人就比较实际一些，他会专注在思想与个人体验的层面，崇尚独立、自由与新鲜感。在情感交流中，他们的适应性很高，但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容易抽离出来。所以当水象和风象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水象会默默地把情绪憋着，内化成情感的执念和嫉妒，但是风象就会把他们从情绪的水池中捞出来，把他们情绪化与感性化的思维转为理性。但风象也容易飘，想法很多，变化很快，但是水象就恰好能给风象提供一种情感层面的根基。水象情感丰富，但是缺乏将情感准确表达出来的能力。风象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风象缺的是长期、稳定、有深度的情感根基。水象恰好可以提供这一点，但是2者还是会存在一些摩擦，因为风象必须要有抽离和独处的时候才能恢复自我，而这种分离会让水象感到不安。而如果2者缺乏互相理解的耐心，那么2者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情感错位。水象会觉得风象太冷酷，而风象就会觉得水象太情绪化。再回到之前相爱相杀的话题，他们之间更多的会用口头层面的方式来表示对立，比如口头争吵或者冷暴力。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更深度的情感与精神层面来看这一行。一般来说，这里会基于月亮所在星宿的主星来判断，用同样的位置关系。因为所谓星座的主星就是内核所在，比较经典的用法就是宫位主星的用法，宫位主星就是宫位的内核。那么这里的月亮星座主星就可以看作是他们情感层面内核。每一对情侣都发生过对立和争吵，所以并不意味着争吵多就不和，有时候小吵反而怡情。所以我们从主星的方式判定，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内在更深层面的想法是不是契合的。泰勒的月亮是双子座，主星就是水星。草莓熊的月亮是天蝎座，主星就是火星。行星之间有一个天然的关系，可以看这个表格。而火星和水星综合起来就是中立与敌人的关系。水星把火星视作普通人，但是火星把水星视作是敌人，所以得分非常低。但这只是其中一步，
很多软件到此就停住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继续追踪，这是终点定位星的作用，因为决定真正事物的只有一个终点。在泰勒的星盘中，从水星所在的星座再定位，就是射手座的主星是木星，也就是说木星和土星相互交换星座。泰勒同时具备了木星和水星的内合，这是比较特殊的。用同样的方法，从草莓熊的星盘中的火星再次定位，会发现处女座的主星是水星，最终的定位星就是水星。所以他们两个的内合其实都是共同由水星定义的，而泰勒也会同时接受到木星的影响，所以实际上的这个精神层面的匹配度是一致的，可以给到满分5分，或者稍微往下调整一点点。基本上传统的合盘解读中，月亮星座的解读就差不多了，就剩下这个选项。这个选项的解读角度，大家可能会第一次听说，我尽量说的简单一些。它把12个星座根据形象来分类，基本上可以分为人或物、四足动物、水生动物3大类。比如双子座和处女座都是人类星座，白羊座和金牛座就算是四足动物，而巨蟹座和双鱼座就是水生动物。相同分类的可以拿到满分，但是不同分类的话，有着稍微复杂的分值划分。而其中狮子座和天蝎座的情感性格比较特殊，又有另外一套单独的计分规则。这里主要体现两人之间的顺从性和适应性。拿他们的案例来说，泰勒的月亮双子座属于人类星座，而草莓熊的月亮天蝎座是属于特殊的计分规则。天蝎座在情感方向天然有着更强的执念，而他们实际上表现为内在的火热，但外在的冷酷，所以基本上除了天蝎座自己，其他的星座也会天然更难与他们走近。但是这一部分分值占比很小，不算太重要。在传统的月亮合盘中，星座层面的分析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星宿层面的分析。泰勒的星宿被称作清新者，而草莓熊的星宿是资深者。两个星宿的序号分别是6和18，星宿的总数是27个，正数和逆数算两者的差值，然后除以9，余数尽量是1或者是双数。这个被称作杜姆的考验，分数越高，就意味着得到杜姆的祝福，两人会获得健康与幸福。这个选项也是从星宿的角度进行分析，代表两人之间的吸引力。用动物的方式来理解，泰勒对应的动物是狗，而草莓熊对应的动物是鹿。实际上狗天然就非常具有亲和力，非常忠诚，但是偏偏对于鹿这种比较飘散游走的动物不太适应。再就是两个人的心智与价值观、行动方向，这里可以分为人、神、魔3种。泰勒对应的是人族，而草莓熊对应的是魔族。再次强调，这种比喻方式只是便于理解，不要把这里的魔族分类看得那么可怕。魔族的一组星宿只不过是倾向于更能看到事物的反面，这种反面的推动力其实是促进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力量。而人族的星宿相对来说更务实一些，他们会更专注于自己的现实的目标，并且为之付出行动，但他们也恰恰会因为这种务实和理想的差距而感到有隔阂。最后一个项目就是通过传统的阿育吠陀体制来评估3种体制，这里的理解方法有些类似中国的5行取平衡，如果不相同的就可以获得满分，反倒是相同的情况就会得0分。因为这种评估方法主要是因为阿育吠陀体制非常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两个人长久生活在一起就是生活习惯的融合，而如果两者的体质一样，则会造成生活习惯的失调。很不巧的是，他们两者的阿育吠陀体质是相同的，都属于风空体质。这样体质的人精力都非常旺盛，思维敏捷，但缺点是容易焦虑，感到不知所措。所以总结来说，单单从月亮的层面来解读，两者之间的匹配度其实不算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低。但是这样的两个人，为什么偏偏走到了一起？我打算放到下一期来解读。本期视频就暂且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